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工作了。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心里话，在我失业的这大半个月以来，我每天都投简历，boss 前程无忧，我每天都投几十家，我甚至还花60多块钱开了个会员，每天刷新我的简历，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全部都石沉大海。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是根本就不看消息，我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虽然我每天表面上都嘻嘻哈哈的，但是其实我很害怕失业这件事情，怕年前找不到工作，那过年回家该怎么办呢？但是我更怕年后也找不到工作，如果年后大环境依然不好，我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该咋办呢？我就是觉得我不甘心呢，寒窗苦读10几年，难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失业吗？在当前中国经济挑战下，高学历人才从事低技能工作的现象愈加普遍，不少大学生无法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面对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选择低薪行业或重新调整职业期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话题。中国智联招聘网2024年大学生就业率调查报告显示，高等院校的硕博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33%， 较去年下降 17%， 也低于本科毕业生的 44%。 近日，一名清华女硕士失业后去技校学厨艺的视频引发热议。这名女硕士直言，因为失业了，工作不好找，想一边找工作一边学习厨艺，掌握更多技能。1月2日，山东济南蓝翔技校厨艺班一名清华毕业的女学生引起网友关注。童洁琼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际建设与项目管理专业。2019年，她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与政策工作。童洁琼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毕业5年中，她曾留校做过研究员，也曾进入某国际组织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她被裁员之后，花了6000元到蓝翔技校学习厨艺。她在视频中表示，自己从2024年初开始喜欢做菜，决定来进修厨艺，是为了做一些让自己内心愉悦的事，也希望自己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多一份底气。妈妈，我上热搜了！自从我上了热搜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媒体或者是朋友过来问说：“哎，你为什么选择要来蓝翔？”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失业了。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内容会比较特殊一些，所以工作不好找。然后我就有大把的时间来去找工作。在24年年初的时候，突然开窍了，开始各种给我的室友还有我的朋友们做菜。咱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嘛，我也想一雪前耻，在家人面前做一顿年夜饭。当然也想借此机会记录一下我这个整体的过程，告诉大家，失业可能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但是失业之后做什么，是我们完全有掌控力的。不过，童洁琼也表示，自己对气候变化研究仍然充满热情，暂时不会把厨师当作自己的职业。如果还是找不到工作的话，可能会继续在蓝翔学面点课或者美容美发。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感慨，一个清华硕士，最后去学厨师、美容美发，这个落差感实在有点让人唏嘘。也有网友调侃，清华何不开烹饪班？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就业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高学历大材小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近日，大学生争相应聘掏粪工的新闻引发关注。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天津市和平区2025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一个岗位需要招本科生参与粪便、油污掏挖养护工作，竟然有294名大学生报名。一个掏粪工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报名呢？其实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岗位是事业编制。在中国民众的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是当公务员。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务员的队伍，生老病死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因此当公务员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而事业编制仅次于公务员，所以才有近300个大学生去争抢掏粪工职位的一幕。阿轩是一名广州的外卖员，他大学本科毕业，毕业后结了婚，也有了孩子。由于找不到工作，就当起了骑手，但有时会听到一些刺耳的话，让他有些难过。今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给一个小学
老师送一个奶茶。在等顾客拿餐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家长在悄悄地跟他的孩子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就会像他一样，只能送外卖。那个小男孩就悄悄地转头看了我一眼，好像看懂了什么。说实话，我听到心里真的好不是滋味，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我一时间真不知道怎么反驳了。阿轩说，当初他可是一个好学生，听话又懂事，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办本科，靠着助学贷款完成了4年的学业。我承认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我一直是问心无愧的。可是命运似乎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不然啊，我也不会穿上这个衣服了，对吧？我除了那张文凭，我没有任何牌可以打。我也会对我的孩子说，只送外卖不丢人，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都是被值得尊重的。加油吧！去年9月，云南保山学院传出聘用硕士毕业生担任宿舍管理员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云南保山学院听说过吗？你肯定没听说过，这啥学校啊？2本。关键这个学校是怎么出圈的呢？最近他们招人，招宿舍管理员，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就可以，结果录的全是硕士啊！一看各个学校的硕士来报名，最后还真录了3个硕士。有人就纳闷了，这宿舍管理员要硕士嘛？然后就采访人家学校领导，学校领导也很委屈啊，我们要硕士啊，我这个招聘要求上写的就是本科以上学历嘛，咱本科要求这个不过分嘛？万万没想到来报名的都是硕士，那你说我咋办？我总不能说硕士我不要，都录本科吧？我看以后扫地是吧？你没个博士学历，你不准扫地啊！你没有那个资格，没有那个能力扫地。如果你要是把就业完全寄托在学历上，这是一条绝对错误的道路。现在高学历真的不决定高薪，不决定好工作，高学历只是一个加分项了。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衰退，就业形势严峻，许多高材生都遭遇就业危机。有一名名校硕士毕业生因在重庆江北送外卖引发热议。这名硕士毕业生叫何成，他的学生时代像是一个励志故事。他从小生活在河南信阳农村，高考失利后考上了专科，读的是英语教育专业。3年后通过专升本考试，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的本科，也是英语专业。经过努力，他又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的研究生。2019年毕业后，他没有因为高学历找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他辗转3个城市，换过4份工作。他做过培训机构的老师，当过流水线工人，面试过房地产销售、保险销售。最后，何成在重庆靠送外卖谋生，每月赚3000元。他告诉记者，我不觉得读了书就能找到特别好的工作，变得富有，从来没有想过用知识改变命运。他说，他喜欢外卖员这份工作带来的掌控感，随时上线接单，随时可以下线。他也提到，送外卖的背后有一点被动，在此之前，他4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面对网友对他职业选择的质疑和惋惜，何成回应称，自己从未把找工作和学历联系在一起，我可以接受自己是一个有高学历且特别平凡的人。觉得自食其力比那些躺平的人要强，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有点浪费资源啊，觉得是一个好事吧。最起码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也没有说就是我觉得我送外卖都高了，我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嘛。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已经面试了几家公司了，然后的话都不合适，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尝试各种东西的一个人，我关注度这么高，其实我也不惊讶。阿宇是24届本科毕业的，学的是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但他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在老家昆明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他感叹说，在昆明想找个正经工作真的很难，早知道这么难，当初毕业的时候就不回老家这边了。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1179万，大公司根本卷不过，小公司想找个专业对口的，还需要你有相关职能证书，或者3000让你干3万的活，简直吹牛马。剩下能直接去干的工作吗？要么就是去最高的写字楼打最狠的电话，要么就是出去风吹日晒低三下四搞推销，真是靠北了。再下也是偶然间接触到这边的一个保安，
然后听他介绍说，这边1个月工资3000多，包吃包住，活还轻松，干2个月转正，转正后能拿4000多。哇，这么一对比我之前的工作，简直赢麻了呀！在下是毫不犹豫，直接来面试，然后从面试到办理完入职手续，只用了半天时间。阿宇说，这身制服还挺帅的，他已经开始上班了，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聘用人员名单上出现了一名北京大学软体工程专业毕业生，应聘岗位为保卫处一线安防，也引发外界质疑大材小用。最近有个北大应届毕业生，专业学的是软件工程，居然选择去故宫博物院当保安了。这事一出来，网上可炸锅了。有人说，你北大毕业的，你这个人才，你怎么是吧？选择去故宫，你的勇气点赞。也有人骂他不务正业，是浪费教育资源。但是看到故宫的回应之后呢，感觉这个安保工作还挺香的，因为人家是有编制的正式工，而且还给北京户口，早8晚5，跟那些996的互联网公司比起来，简直是就是天堂。许多学生攻读高学位是为了拥有更好的前程，但就业环境的现实却让他们深受打击。25岁的孙展刚刚取得金融硕士学位，原本希望找到一份赚很多钱的高薪工作，但未能如愿。他告诉 BBC 记者，我的梦想是在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他在南京一家火锅店找到一份当服务员的工作。他说，毕竟我学习了很多年，上了一所相当不错的学校。他说，家人为他选择这样的工作感到尴尬，他们原本希望他成为公务员或去当官。他透露自己有一个秘密计划，希望以后自己开一家餐厅，从而改变家人对他的态度。29岁的吴丹化名也拥有金融学硕士学历，他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找工作。他原本期望能在金融行业找到合适的职位，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他最终不顾家人反对，选择了从事体育按摩行业。目前他在上海一家运动伤害按摩诊所做实习生。吴丹告诉 BBC 说，就业市场真的很艰难，他的许多硕士同学中能找到工作的人很少。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